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随着电商风行，许多朋友下了班后都会滑滑网拍疏解压力。不过，日本一名60多岁的部落客却抱持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过度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，长远来看反而会让人失去生活的热情。这位日本部落客名叫鼻子，现年60多岁的他以推广断舍离与极简生活闻名。然而，就像许多劝人戒酒的朋友，一开始都是酒鬼出身。过往鼻子也曾热衷购物，当他还只是20多岁的上班族时，下了班后也没什么兴趣，唯一疗愈的方式就是在回家路上顺道逛逛百货公司。回忆起那段时光，鼻子说自己明明非常疲惫，也自知该早点回家放松，但他却好像着了魔似的，每天流连在名古屋的购物中心与路边小店，直到店家打烊才愿意离开。当时的鼻子认为，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，自己也不会出人头地。基于对未来的担忧，他用购物填补内心的空洞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虽然暂时麻痹了自己，但他的住家却被各种东西堆满，而每月银行户头也定期归零，整个人生彻底落入空虚之中。直到某一天，鼻子突然意识到，这并非他想要的生活。经历一段时间的煎熬撕扯，他最终走上极简之路。随着年纪渐长，鼻子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，书名就叫做《清空练习》。他在书中分享亲身体悟，探讨过度消费如何对人生造成伤害。鼻子认为，胡乱购物的背后有2个原因。第一是外部因素，当代社会提倡大量生产与消费，形成一种奇特的价值观，人们相信大量拥有等同富足，物品减量则代表寒酸。受此影响，人们已很擅长找理由来添购各种新的商品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商业文化进一步激发人们的购物欲。书中举例，光是一个简单的煮蛋计时器，市面上就存在多种版本。例如，把计时器与鸡蛋放入热水，机器的外围会开始变色，让人知道鸡蛋是全熟还是半熟。这套商业模式来自于利基的概念，也就是透过商品设计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。而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特别擅长，职员们日以继夜的工作，就为了开发出各种创意小物。加上快时尚与电商兴起，让消费者更难抵挡购物的欲望。第二是内部的因素。美国媒体曾创造一个名词，叫做零售疗法，指的是人们透过购物调节和释放内心的压力。当人们在买下新东西时，人体会释放多巴胺等物质，让心情感到愉悦。因此，生活压力越大，就越容易出现过度消费的行为。内外部因素组合出来的推力，会让平常留意生活开销的人不小心就落入无用消费的陷阱。像是鼻子就发现，许多人会特意购买打折的服饰，但不知不觉却还是买了太多便宜的衣物。就算知道可以回收，但人们常有一种错觉，认为自己某天会穿上这套衣装。等到衣柜装满，人们又再去买各种收纳盒与置物篮，形成永无止境的购物轮回。最终造成的问题，便是被金钱绑架的人生。美国理财专家莱利提出金钱羞耻的概念，意思是人们基于童年学到的价值观，用户头数字、房子、车子或职场头衔来评定自我的价值。其中金钱羞耻比较严重的人，只要在财务方面表现不佳，就会觉得自己做人失败，无法成为群体中的一份子。这种心态会衍生出扭曲的花钱行为，例如不惜花光每月的薪水，也要过着超出能力范围的生活，或是背负卡债的同时却不断购物。鼻子坦诚自己也曾有金钱羞耻的问题，沉迷购物之余还会逃避理财，但他后来发现用花钱来抒压，长久下来反而会让焦虑倍增，成天担心钱不够用，或是想要赚得更多。而极简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突破这个现象。因此鼻子建议，第一步要找回自己珍视的事物，列出这些事物之后，再从中筛选出3项绝不能妥协的核心价值。第二步是要进一步找出当前花费最多时间与金钱的事情，接着再拿核心价值与这些事物相比，就能看出自己的忙碌有没有意义。最后一点则是行动，在想到的当下，要马上开始做那些真正重视的事情。只有这套操作拿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，鼻子意识到人生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目标，随着价值排序改变，自然逃脱无限购物的轮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思想练习能帮助人们察觉金钱以外的宝贵资源，例如个人的特质、兴趣技能，或是存在身边的支持，而这些都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。看到这里，朋友可能好奇，虽然金钱不是人生的唯一，但没钱许多事都做不了。
对此，书中提出一个看法，那就是透过简单的方式，例如记账与学习理财资讯，掌握自己的收支状况，而且极简生活的本身，其实就是一套省钱秘诀。至于要如何办到，鼻子最推荐的策略是30天不购物大挑战。这个挑战不是要人零元求生，而是要跟自己约定好哪些东西这个月绝不能买，像衣服就是很好的标的。接着便是制定明确的规则，让目标具体化，并提高计划的可行性，避免破功后自暴自弃。而这套计划存在2个成功关键，第一是要从达成率最高的项目下手，之后再逐渐提高难度。第二则是将计划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大家扮演督促的角色，也可以合理拒绝可能破戒的邀约。为了提高成功率，鼻子还介绍了3个小诀窍，分别是发展多元兴趣、善用既有物品，以及找到自己的购物开关。本书认为，购物狂常常是在受了某些刺激以后，才开始乱逛乱买，借着与这些刺激和平共处，或避开可能引发反应的情境，便可降低过度消费的几率。假如真的成功降低购物行为，人们接下来要做的，便是对家中物品断舍离。过往我们曾介绍过极简达人涩谷直人的策略，而鼻子也给出自己的心法。这整套过程共包含了3个阶段。第一，每天只需要规定自己丢弃一样不需要的东西，只要1样就好，就连废纸屑这种东西也能算数。这步骤的目的是让自己开始有行动的感觉。等到熟悉丢东西的感觉以后，便可进到第2阶段，拿着垃圾袋在家里走一圈，把看似垃圾的东西全都丢掉。过程中用越短的时间越好，降低思考犹豫的时间。第3阶段便是要设定舍弃目标，在明确的时间内执行。这必须是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达成的目标，例如整理抽屉或是丢掉没再穿的鞋子。只要照做，脑中断舍离的开关就能打开。以鼻子的亲身经验，当他每天严格执行舍弃计划之后，脑中竟会不断浮现想丢弃的物品。虽然照着鼻子的方法执行，一般程度的断舍离多半能够达成，但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还是会遇到难以跨越的坎。对一些人来说，汽机车是最重要的持有物之一，不仅是带来人生体验不可取代的工具，也是让人快速移动最宝贵的动产。对此，鼻子认为可学着使用大众运输，并用此代替买车开车。这是因为靠大众运输出行，整体的花费总会小过买车养车。许多人在购物时，更会因为有开车出行，买了更多不必要的商品。总结来说，极简生活是透过降低购物与囤积，削减金钱对生活的负面影响。本期介绍的鼻子与之前的涩谷直人，更借此成功找到人生的价值。如果听了感兴趣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他们的看法，将心力聚焦在真正重视的事物之上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